我说你别费这个事儿了，其实你早就看清我了，要不然你也不会在《非诚勿扰》的舞台上灭我的灯。我灭你的灯跟你有没有钱没关系，跟你的生活背景、学历高低、家庭环境没关系。那你说，跟谁没有关系？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的想法不切实际啊，整个一梦想家。有梦想是件坏事吗？当然不是坏事了，但是不切实际，总不可能是好事吧？一个人活着，他可以贫穷，但是他不能没有梦想。没有梦想就是一具行尸走肉。对不起，我活得很卑微，很平凡，但是我为我有梦想而骄傲，我也会完成我的梦想。你难道不明白我说话的意思吗？我不明白。那我只能祝你梦想成真了。那你灭我的灯真的不是因为我太穷了吗？当然不是。我本来以为没有钱也能给一个女孩子幸福，可是我现在认为这个想法很可笑。没有钱，我怎么给你买礼物？怎么给你买车买房？怎么保证我们的未来？难道你认为你将来找的结婚对象就是要跟你一起共同享福的吗？难道你的字典里就没有同甘共苦、相濡以沫吗？我不敢奢望。那你觉得现在还会有这样的女孩吗？你值得，就会有的；你不值得，就永远也遇不到。你这句话讲得也太深奥了。还好意思来找我呀？沈小姐啊，真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情况是这个样子。你们太不靠谱了吧？真有钱假有钱都分不清楚，以后你不要再找我了。不，我手上所掌握的会员实在是太多了，偶尔有一个疏忽，请你原谅。就这一个疏忽就让我碰到了，我运气太好了，是不是应该去买彩票啊？为了表示我的歉意，我把我手上所掌握的最优质的一个会员介绍给你。他是一个律师，名字叫做吴畏，海归，无婚史，年轻有为，无任何不良嗜好。他所有的资料我已经通通全部核实过，绝对真实有效。今天我把他资料都带过来了，您过目。我不想再浪费时间了。您这样，您就看一下，看，靠谱吗？这个我一定有把握，过目一下。美国哈佛法学院毕业，北京有一处房产。见见吧。见，什么时间？你现在打吧。行。借用一下，电话在这。您接这个。喂，是吴律师吗？我是 Alex。是这样的，您的资料呢，我现在已经交给了我们一位最优质的女会员那边。她的条件也非常优秀。好，方便的话，马上就去见个面吧。还有时间。行，没问题。我马上把我们这位会员带过来跟你见面，回头见。好，再见。马上见面。行，好，稍等我一下。服务员。你真不错。小姐，那个就是吴畏。
讨厌。这么花心，找他不是找事儿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小姐，哎呦，我的个武大律师，你的真命天啊！稍等一下，我有一点事情啊，一点点啊，耽误一点时间。你的真命天女，我已经为你带过来了，你不要在这边搞什么莺莺燕燕的了。沈小姐，赶紧去呀！我的武大律师，去。我过去一下。你就这么饿呀？有什么比填饱肚子更重要吗？哎呀，你是？这位小姐啊，你过来一下。哦。哎呀，我给你自我介绍一下啊，我是吴大律师的好朋友，我的名字叫做 Alex， 这个是我的名片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窈窕淑女在线的高级婚恋顾问。那你们是？简而言之就是这样的，在人生当中茫茫人海，有很多的男男女女，那最终呢，他们有一对将会走到一起，成为终身的伴侣。但这个人现在还没有出现，而我们就是来帮你牵线的这个人。那你看我适合什么样的呀？你的外形条件非常的好。谢谢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林夕。哦哟，香港那个写词人嘛，是吧？写红豆那个嘛，是吧？哎，是这样好不好？今天既然碰到了，我给你现场做一个资料的一个登记，一旦有特别合适你的伴侣，我一定第一时间就为你介绍。真会找到吗？当然，哎呀，就类似于像吴大律师这样，比他优秀的人都很多的，我们的。我知道了，你怕我。身高176。178。哎呦，好高啊，还白富美嘞。3围。目测一下吧，我也不太清楚。这是不好意思。反正总而言之就是非常标准。沈小姐，我们第一次见面，你对我这样冷漠，一定是有原因的。我从你的眼睛里已经看出来了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。啊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因为刚才那个女孩吧？那个是我多年前一个好朋友的女朋友，虽然他们现在已经分手了，但是我们现在的关系仍然非常的好。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知道沈小姐是一个非常大气、非常有风度的女人，所以我的解释可能也是多余的。但是我希望第一次见面不要产生误会，这样比较好。还有些什么特别的要求吗？你对于你的另外一半？我希望他身高能跟我差不多就可以了。这个有钱人个子都不会太高，有些时候你要求也不要太高了一点点啊。好吧。听说你是专门打离婚官司的律师，那经常看到那些失败的案例，会不会让你对婚姻产生怀疑？我不会受影响的，我只会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。说来听听。其实每个人呢，对婚姻都是有一定怀疑的。每个人家庭不一样，人的性格也不一样。我认为，两个人刚开始在一起，一见钟情，两情相悦，如胶似漆的。可是慢慢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激情减退，矛盾产生，然后双方就开始抗争，开始挑战，想办法打垮对方。到了最后，要么妥协，要么分手，这就是婚姻。但我说的这只是个个体，一个侧面，其实还有很多长久美满的婚姻。好嘞。我这边要是有什么消息，我第一时间一定马上就通知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对，您收好我的名片。记住我的名字。我收好了。Alex。好，幸会。好。不好意思。再见啊。再会。吴律师，我觉得你的观点我不是很认同。当然，你可以说我还对婚姻抱有幻想，可是我觉得不是幻想。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天长地久的爱情。这个世界上有白头偕老的婚姻，但是绝对没有天长地久的爱情。可以说，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不是天长地久的，但是我们可以维持一个长久的婚姻。但是维持长久的婚姻不是要靠爱情，爱情是甜蜜的，但是它是短暂的、残酷的。我们要维持长久的婚姻，靠的是什么？靠的就是感情、亲情，还有习惯。两个人在一起，刚开始有了爱情，慢慢的产生了感情。当这个感情弥漫到两个人生活中各个方面的时候，就变成了一种亲情。所以说，只有这些才能让
婚姻保持长久。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，沈小姐？我觉得我的脑子被你说的有点懵。吴律师，你太能说，太厉害了。哦，是吧？我自己也有点忙。要不我们出去兜兜风？好，您再给我上上课。好，我们出去再聊啊。走。我小时候就老是幻想，会有一个王子骑着白马，然后把我接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城堡里边。是吗？特俗吧？不过真的，我老这么想，所以我对旋转木马有一种特别的感情。以后等我有钱了，我也要在院子里建这么一座，高兴的时候我就上去玩，不高兴的时候我也要去做。你笑我，特傻，我知道。没有，我倒觉得你特别的单纯，特别的真实，不像现在有些女孩特能装天真、装可爱，这让我特别不喜欢。你知道吗？你现在这种状态深深的感染了我，你让我想起我的童年那种美好的生活，多美好。那我以后要保持自己，对自己更加好一点。当然了，你不需要为任何人改变自己啊，做自己才是最好的嘛。别人怎么说、怎么看你，都无所谓。我就是我呀。对，我就是我。看来你这么喜欢，不如以后我们家也弄一个吧。你什么时候想骑，什么时候就来骑，好不好？让我来做你的白马王子。爹呀，会坏呀！有情况，而且情况不小。都别猜了，我告诉你们吧，我找到我的真命天子了。你们认识多久啊7天03个小时， 7天多就是真爱呀！我们是一见倾心，这才是我的 true love。你不是说男人的真诚要靠时间来检验的吗？难道他是个例外？检验标准有很多，时间只是其中一种。你不是告诉我说男人得撑着点儿，你这自己玩闪电是双重标准啊？标准都是因人而异的，你那个郑海潮有前科，所以只能用时间证明。谁的郑海潮啊？不是，你不是还说你不喜欢激情，没有激情，这么快你觉得靠谱吗？相当靠谱。有些人吧，你一辈子都无法了解他；有些人你看他一眼就知道他心里想什么。我们就属于这种心意相通的。他能给你稳定吗？至少我可以确定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，在跟我交往。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擦亮眼睛，好好看一看再说。真的不用再看了。他就是我的真爱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跟他的观点、想法，甚至吃饭的口味都一样。我之前的都是浮云，这才是我的幸福。那你是要主动出击啦？那当然了，他是我的幸福，我为什么不搏一把呢？好吧，那就祝你幸福。我洗澡去了。我也撤了。进。好，小可。徐总。这里有一份新的广告合同单子，还是交给郑海潮他们公司做吧。好。你作为项目主管，还
还是由你负责继续跟他们合作。你去跟郑海潮谈一谈。哦，夏可。你知道一个模特叫菲安娜吗？见过。我们新一季的广告就请她当代言人吧，我已经答应她了。徐总，我觉得那个模特跟我们公司的形象不太符。小可，这件事情我是来找你执行的，不是来跟你讨论的。你去跟郑海潮说，我已经决定了。那我不知道该怎么说，要不您自己跟他说吧。你就说是我的意思，去吧。喂 ，Alex。什么？到底什么情况？他凭什么就觉得我不合适？我们才刚刚开始交往，他根本就不了解我，为什么就把我 pass 掉了？沈小姐，你先息怒啊！服务生，给这位小姐来杯果汁。沈小姐，是这样的，吴卫呢，他同时在跟3位女士都在接触，现在他找到了最适合他的。什么？这个没办法，您知道，现在优秀的单身男人太少了一点点，而优秀的单身女士呢，也太多了一点点，这个比例嘛，略微有点失调。这个跟我没有关系，我只想知道他凭什么觉得我比别人差。喝一口，不是，他并不是觉得你比别人差，相反，他觉得你非常的优秀，只是什么？只是他觉得你可能是一个更适合谈恋爱的对象，而未必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妻子。什么？这样说吧，吴卫他是一个心里面特别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人的人，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共同对抗风雨的伴侣，而不是一个整天要捧在手心里面的一个公主。他觉得吧，你可能目前还不太懂得婚姻的真谛，你的想法呢有一些太浪漫主义，充满着童话的色彩，所以现在的你未必是最适合他的。小姐，我想你们这没有合适我的，我先走了。小姐，你先坐。您千万不要灰心，其实我本人吧，真的是特别的欣赏你，只是我觉得这些个男人有些不太自信，觉得自己完全不能够把握你。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。真的，我不是在安慰你，我觉得你目前只是没有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个人。是这样，您填完这份表格，我帮您好好的分析一下。来，填一下。你要找的人必须具备以下几个特点：第一，一定要有事业心，但是绝对不能是个工作狂。这个男人嘛，应该要有事业心，为家人提供生活的保障。但是呢，事业心太重的男人，他用在家庭上的时间呢，就会很少。嫁给他，就等于嫁给了寂寞。对。第二，有点帅，但是绝对不能够帅得让人流口水。我不喜欢太帅的人。是吗？有款有型有品味的男人就足够了。太帅的男人让人根本就没有安全感。你要知道，现在外面这种撬墙角的狐狸精又太多了一点，找到他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第三，有钱，但是不能是个大富翁。穷光蛋我是肯定不会考虑的。对的，没车没房不说，你出门买个菜还要自己在自己的钱袋上面摸个半天，你不自己给自己找累吗？你说对不对？这种人找到他不被累死也被气死。但是呢，男人太有钱完全不行，嫁给他你分分秒秒都会有下岗的危险。所以理想当中的男人既要让你衣食无忧，还不能让他富得流油。对，您说的就是我想的，是吧？
第4，浪漫，但是一定不能够太浪漫。这个有点难拿捏，是吧？完全不会。男人既要能够送花，还要能够在你生病的时候为你熬鸡汤。浪漫生活两不误，这样的男人值得拥有。还有最后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，第5点，脾气好，但是一定不能太窝囊。对，这一点很重要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你不能找一个动不动就对你吹胡子瞪眼的一个老公。但是呢，这个脾气好啊，他也是有底线的，也不能3棍子就打不出一个闷屁来，这也太让人欢喜让人忧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整天你要想找到一个男人对着你啊俯首帖耳、唯命是从、唯唯诺诺，你找的是老公又不是一个公公。说的太对了。只要找到符合以上5点的男人，一定是你生命当中的 Mr. Right。找到这样的男人，让你舒心、省心、放心，就算不是极品，也一定是一个真品。一旦拥有，牢牢把握；一旦失去，后悔终生。沈小姐，喝水。我嫁给你吧。沈小姐，我结婚了，所以最懂女人心了。哎呀，小李，哎，小狗来了。哎，我让你给小狗打电话，你打了没有啊？哎呀，还没打呢。为什么不打呀？不是超哥，您还是自己打吧。我这冷不丁的给邓主管打电话，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我自己要方便打，我还让你打干嘛呀？你不是，您怎么不方便啊？现在不是正因为匪安的那案子，我俩正这僵着呢吗？我就不能端着点啊？这么着，超哥，你看啊，关于肥羊奶这事儿，看啊，咱们要是用了它，小可肯定不高兴；咱们要是不用它，那肯定得罪张明宇啊。我觉得啊，咱就甭管这事儿，你让徐媛去决定，他爱用哪个模特就用哪个模特，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到时候别少给咱们钱不就完了吗？你觉得？您这跟没说一样。行了，您先出去吧啊。可啊，爸今天手术没回来。沈化、珊珊也都有事儿，就咱俩吃饭。妈炒这俩菜都是你爱吃的，多吃点啊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你说句话行吗？好吃，比大饭店还好吃呢。这一说有点讽刺我了。那有人大饭店的好吃，真好吃。哎，那个谁，就那小子最近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？哪个小子呀？那小广告公司那个郑海潮，那小子太好玩了。我跟他说话可开心了，你知道吗？说什么我都想乐，怎么那么有意思呢？你啥时候没事让他来家里玩呗？啊？你没事让人上家玩干嘛呀？没什么，就也许我还有跟他打听点事儿呢。他认识好多明星，你知道吗？有我喜欢那个，上次我把那赵本山那个都给我拿来了嘛。我还有几个人，我想再让他再看看。先吃饭吧。你要不叫我哪天叫了，我跟他说说，好不好？我要真叫他来，你可不许生气啊！生气啊？不生气，啥气呀？你就随便就聊天，怎么了？朋友之间怎么不能那个啥呢？别那样，妈，你就吃您的吧。行，吃。宝啊，这木耳可多吃。我跟你讲，这我是那个市场买的。行了，那么多呢，您自己吃吧。珊珊，喂，珊珊，怎么，我喊你没听见？这2天我不在，你是不是特别想我？你哪根眼睫毛看出来我想你了？你习惯我了呗，我不在，你肯定特想我，说不定啊，还跟你姐妹聊起我呢。自以为是。哎，你看，不敢看我了吧？看着我，肯定被我说中了，心虚了吧？没有，有。你太讨厌了你！找我什么事儿啊你？没时间给你臭贫。好，不贫了。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按照你的喜好来调节自我状态。你喜欢沉默，
我就扮演忧郁的美少年；你喜欢激情，我就扮演猛男。我不怀疑你有这个能力啊，以你的油嘴滑舌劲儿，可以去做演员了。哎，对了，演员，哎，你小姨经常夸我说我帅，哎，你说我要真做演员，你觉得我能火吗？会火，会火，一定会火。你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走了。我有事儿。珊珊，今天晚上8点我请你吃饭，地方发在你手机上。吃完饭，咱们去散散步呗。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记住，8点不见不散。哎，喂，刘旭刚，我还没答应呢。喂，你好。喂，魏老师啊，你忙吗？哦，您好，向先生。哦，我复习功课呢。好，抱歉，打扰了。啊，没事儿没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今天晚上想请你吃饭，可以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今晚上有事儿有约了。那晚饭之后能和你喝杯东西吗？向先生，您有什么事儿吗？有点小事，想请你帮忙的，可是又不好意思在甜甜面前说。哦，那好吧，要不然晚饭后我跟您联系吧。哦，谢谢啊。没事儿，那先这样啊，向先生。再见。你这么看我干嘛呀？没见过别人吃饭呀？没见过你吃饭。珊珊，你妈当年嫁给你爸的时候，你爸是不是很穷啊？我妈为了爱情义无反顾地跟我爸在一起，后来还放弃了北京的工作。哎，谁跟你说的？小姨呀。我小姨怎么什么都跟你讲？她是想刺激我。哎，不过我想想，她应该是想变相的鼓励我，她没有把我当外人。你还挺会安慰你自己的。我想过，其实咱们家小姨啊，还是挺喜欢我的，她是恨铁不成钢。谁跟你咱们家？谁咱们家？我小姨好吗？哎，行了行了，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啊。你妈当年真的义无反顾嫁给你爸了？小姨他们都为我妈可惜，可是我妈她从来没有后悔过。太对了，你有你妈的遗传基因，所以你那么善良、朴实、漂亮。你别拍我马屁。没有拍马屁，你就是拍马屁。虽然我不爱钱，但是呢，我未必走我妈一样的路线，因为我知道贫贱夫妻百事哀。我们怎么是贫贱夫妻呢？我相信通过我的努力，我一定能赚上大钱，跟你过上好日子。就你这样的啊，整天嬉皮笑脸，油嘴滑舌，喜欢爱赚大钱，天天挂在嘴边上。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，你哪句话是真的，哪句话是开玩笑的。你这个人呢，实在是让我看不透。你又怎么了？我特别感动。我说什么了？你开始研究我了呀？这是我们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一步。就凭你每天都出现在我眼前，我不想研究你都难。那我希望我永远永远的都出现在你面前。答应我，从今天开始做我的女朋友。你在开玩笑吗？疯了吧你！你快起来！你答应我。哎呀，好多人都看着我们呢。还怕什么呀？快起来！对，我是傻，而且我一见到你我就犯傻。你是我心中唯一的心动女孩，我脸皮厚，穷追猛打，坚持到了今天。魏珊珊，我正式向你提出升级报告，请你批准。什么升级报告啊？允许我成为你的正式男朋友。你
真的别开玩笑了，我现在不想交什么男朋友。难不成你想交女朋友啊？当然不是啦。好了，报告我已经打了，你不用这么快回复我，但你的回复只有一种，只许通过，不许拒绝。怎么？对不起啊。珊珊，我有点急事，我要先走了，不能送你回家了。这么着急啊？对，单我已经买了，你慢慢吃啊。我要不要陪你一起去啊？不用了。夏先生，你这是？我想见见你，又不想打扰你的约会，所以就在这里等你了。那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想和你喝杯东西，可以吗？不会耽误你很长时间的，就在这附近。魏老师，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什么事儿啊？是甜甜的事儿吗？不，是我的事。啊。可能有点让你为难，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说。你还是先别说了吧。不，我要说，我公司有个新产品，现在正是药品研发的最后阶段。如果顺利通过的话，马上就可以投放市场。哎呀，你的意思我不太明白。是这样的，每一个新的药品上市之前，都要有一个权威专家组成的评估小组对药品进行评估，而你的姨父邓文轩邓主任正是这个小组的组长，他很权威的，小组的成员多半是他的学生。您的意思是？我给他写了一封信，希望你能转交给他。之前我去过医院去找过他的，但好几次他都忙着手术，如果让别人转交给他，我怕引起误会，所以只好麻烦你，魏老师，拜托。那好吧。谢谢吧。喂，谁呀？阿姨您好。明天晚上。行，我明白了，阿姨，我一定到。阿姨再见。大姨，我回来啦。怎么这么晚呀？我跟人吃了个饭。我姨夫还没回来呢。呢？啥事儿啊？就我那个学生家长让我把这个信给我姨夫。姓向那个先生对，他找你姨夫干嘛呀？说什么药的事儿吗？我也其实也不太懂，估计我姨夫看了信就应该明白了吧。小姨，你干嘛呀？给我姨夫的信，您拆什么呀？哟，你姨夫信怎么就不能拆了？又不是情书。妈呀，要是情书就更得拆了。怎么一个卡呀？小姨，我这真不知道会有银行卡。等会儿，这什么意思？他跟你说什么来着？他说，他那个什么药要上市，我姨父是鉴定小组的组长，希望姨父帮忙。明白了，这绝对是行贿，这里边绝对有钱，太有本事了，能够找到你那儿去，原样怎么拿来的，怎么拿回去啊？小姨，对不起啊。哎呀，跟你没关系，你又不知道。但是这种东西我跟你讲，就跟上次那镯子是一样的，
就是一回事儿，都是行贿，咱要拿了就是受贿，知道吗？是，我知道了。行了，没事了，反正我跟你说，他这怎么不要你扔下也得走，而且要警告他，以后这种情况咱就举报他。嗯，我知道了，小咱姨。当什么人了都啊？那我先回房间。对了，明天晚上啥事儿都别安排，早点回家来。干嘛呀？有点事儿，来一个人儿，你作陪一下。我陪？什么人呢？谁啊？见面你就知道了。我用化妆吗？愿意画画，不画也好看。不过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你画不画都瞎扯。好吧，那我先回房间了。对。那你也早点休息啊。呀，早点休息啥呀？赶紧走吧。哎，你一万不回来歇啥呀？超哥，您要的礼品办好了。行，先放那儿吧。哎，超哥，今儿什么饭局这么重要啊？啊，搞得这么隆重。今儿这饭局啊非常重要，它关系到我的。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别瞎问。不是，您连那个投行罗总的饭局都推了，多重要得问问，关心一下嘛。你呀，赶紧先把那堆东西给我拿车上去。行，我不问行了吧？走了。窦夏可，徐总，那个新广告的事情，郑海潮进行怎么样了？正在做广告的创意。那用 Fiona 做代言的事情呢？赵明宇给我打电话说，郑海潮到现在都没有给 Fiona 签代言合同，他拖什么呢？你帮我催催他啊。喂，妈。可儿，那个你今天下班早点回来呗。哦，有事吗？没事儿，给你做了好多好多好吃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今天不回来，你妈犯病啊，血压高，听见没有？准时啊。知道啦。哎，你好。请问先生喝点什么？啊，跟他一样。好的。魏老师，你这么急让我来，是不是你姨父有什么话让你带给我啊？这个您收回去，我帮不了您。是你姨父拒绝的吗？请慢用。啊，谢谢。不是，我没有跟他讲，他不知道这个事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姨父这个人有他做事的原则，他可能接受不了这个事儿。也怪我没有这个能力。哼，你都没跟他说，你怎么能代表他拒绝我呢？因为我了解他呀，他真的不能接受这种事儿。魏老师，你能为我试一试吗？我不能。魏老师，这件事对我很重要的，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麻烦你。可是不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啊，我不想勉强我自己做不愿意做的事儿。没关系，我理解他。魏老师，你不要有心理压力，就当这件事情我从来没跟你说过，啊。谢谢。对了，向先生，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讲。什么事？可能我不能去您家帮甜甜了。魏老师，你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而这样决定的吧？没有，是因为我马上就要考试了，如果我再去帮甜甜的话，我可能就没有时间复习。甜甜很可爱，我真的很喜欢她，她也很聪明。我是觉得你以后可不可以多一点时间多陪陪她，这样的话她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哎，魏老师，你真的决定了？我明白了。谢谢你这段时间以来对我的照顾。不客气。啊？合着咱俩说这半天了，小可不知道我来呀？哟，那不行，我还是走吧，阿姨。为什么呀？不是我这不，他不知道有什么关系，我请你来的，怎么了？小可要知道，他该生气了。你俩闹别扭了？那倒也没有。那有什么呀？就是阿姨就是来请你吃个饭。对了，
你上次说那个你认识那赵什么刚，赵宝刚，对，那天我电视看见他了，挺熟的那脸儿，挺好。你这样，你下次你给我弄他一张签名，也是像赵本山的爷爷要照片的，好不好？行，没问题。挺喜欢，挺好的。这事儿报我身上了。阿姨跟我想了想，我还不合适，这饭我别吃了，我还是走吧。走什么呀你呀？你这个男子汉怎么阿姨说了算，就怎么了？我就留你吃个饭，我高兴。你不知道，阿姨跟你在一起多高兴啊！请不要说我熄灭了夹在指尖的烟火，转身回头看了一眼日落，眼神还是温柔，向谁诉说你的难过，还是能牵动着我，而我只能沉默，埋在角落，假装一种洒脱。越挣扎就越无法解脱强大的漩涡，在时间里面慢慢的下落。你要让我怎么做？越执着就越没有结果，说不出是谁的错，怪自己还是怪一句承诺，我不准我一笑而过。爱我，爱我，你为什么爱我？爱我，又为何伤害我？不如让我转身投进时间的漩涡。越挣扎就越无法解脱强大的漩涡，在时间里面慢慢的下落。你要让我怎么做？越执着就越没有结果，说不出是谁的错，怪自己还是怪一句承诺，我不准我一笑而过，我不准我一笑